姬无忧是真见多识广，老渊博，一路上都在给4人解释着这地府常见鬼修的来历，以及地府之中几座最为重要、驻扎着地府高手的大城。眨眼又行10余万里，前方突然有2座漆黑的高山拦住了路。姬无忧并未朝着2侧绕行，而是带着他们4个直接朝着2山之间那狭窄的缝隙而去。这里就是进入丰都城的必经之地。姬无忧笑道：此处有地府重兵把守，稍后不要大意。姬无忧言语还未落下，下方已经是传来了呼喝声：上面飞着的下来，此地有绝杀禁制，休要擅闯，生死无论。姬无忧面露微笑，自然是懂这边的规矩，带着4个人迅速落下。李长寿暗中的观察了一阵，发现这2座宏伟的大山之间确实是回荡着少许玄妙晦涩的道韵。他心底泛起了强闯的念头，灵觉就是狠狠的一跳，这里的布置绝非寻常。到了谷底，便见数百气息浑厚的魁梧身影，身着暗黄色战甲，手持钢叉锁链，威风凛凛地站在那儿一线天之前。这些阴差单独拎出来一个，几乎都有真仙境的实力。李长寿的心底略微有些疑惑，这些阴差跟自己一路上所见的阴差相差太大了一些。在渡仙门5人之前，刚好有3个人经过此地，此时还能见到这3个人在2座大山之间慢慢前飞的背影。前面似乎有什么禁制，无法飞得太迅速。姬无忧负手而立，驾云悬停在地面3尺高，带着4人飘到了阴差把守的路口前。忘情上人有秦玄雅尽皆是全神应对，在此地走过了几次的江灵儿略微有些出神。李长寿倒是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些阴差，心底大概有了推测，这些应该就是追随后土娘娘的当年之巫吧。后土化6道轮回，是在第2次巫妖大战时。后土本为12祖巫之一，有自己的直系部族，他化作6道轮回盘，永镇幽冥。也有一批本部族的巫族高手选择追随后土娘娘，这些高手进入地府时，已经是跟巫族族运断了牵连。他们也被赋予了天道神职，想必这些阴差就是巫族之后吧。立刻有一个身穿战甲，手提双锤的阴差将领向前，从对方的气息判断，差不多算是天仙境中期的修为。这将领面色蜡黄，双眼半睁不睁，一副例行公事的架势，面容上满是懒散，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：你们从哪儿来呀？姬无忧淡然道：贫道几人自东胜神州一家仙门而来。要往哪儿去啊？自然是有事想要去丰都城。姬无忧轻笑了一声，说得理所应当。那阴差将领嘴角一撇，打了个哈欠：回去吧。此路不通。姬无忧不由得皱眉，而姬无忧身后的忘情上人此刻却是忍不住站了出来。忘情上人淡然道：前面就有3道身影，为何道友说此路不通呢？这阴差将领浑身轻轻晃了几下，一个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。对于懂规矩的人来说啊，此路自然是通的。对于不懂规矩的，此路当真是不通的。规矩？忘情上人目光略微有些锐利，两鬓白发轻轻飘扬，自身的气势已经开始展露。难不成还有这般规矩？还好一旁的江灵儿及时反应了过来，向前摁住了忘情上人的胳膊。
江灵儿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熟练地在袖中拿出了一只宝囊，用仙力递了过去，客客气气地道了一句：规矩我们自然懂，我夫君甚少出来走动，还请将军勿怪。忘情上人略微皱了皱眉头，有些欲言又止。一直在后面看着的李长寿见状，却禁不住露出了少许的微笑。然而那阴差将领却是随手甩了甩铜锤，一股旋风将那宝囊给卷了回来，落回了江灵儿手中。江灵儿轻轻皱眉问道：将军这是何意？今天的规矩突然改了。这阴差将领欣赏着自己手中的铜锤上的花纹，淡然道：地府重地，不可乱闯，尔等就不怕遭天罚吗？忘情上人的目光闪烁：道友可是有意为难我等？而忘情上人背后突然传来了长剑出鞘之声。柳青轩雅俏脸冰寒，记起了自己的火灵剑匣，已经做好了出手的准备。一直努力降低存在感的李长寿此刻也只能在旁边哭笑不得，也就是那么一点过路费的事儿，怎么搞得这么剑拔弩张呢？我一个小徒孙，这般场合也不适合开口，有我家掌门跟师祖在，总不会让忘情上人真的跟地府阴差打起来吧？无非就是多花一些宝财的事儿，反正又不用我出钱。且借这般小事，李长寿也可以摸一摸地府的底细。正此时，那阴差将领抓着2把铜锤，目光看向忘情上人，略带挑衅。忘情上人冷哼一声，却在江灵儿暗中的劝阻声中并未多说什么。哟呵，那阴差将领蜡黄的面容露出了几分冷笑，还敢不服？身后那数百强壮的鬼差齐齐向前迈出半步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发出了闪电般的激情。一股股惊人的血气波动在这些鬼差的身上荡漾开来，糅杂混合成了一股惊人的威势。忘情上人刚要有所回应，季无忧却略微抬手示意忘情上人后退，随后季无忧负手向前2步，金仙境威压展露无遗。季无忧含笑道：我等既不远万里来到此地，自不愿就此而回返，还请将军多多包涵。贫道的同门脾气稍微冲了些，不知可否行个方便？方便？这阴差将领冷然道：今日我说你们过不去，你们自然就过不去。金仙境很了不起吗？在本将军这里走过去的金仙，一天内少说也有3、4个。这里是阴曹地府，哪怕是龙，你也得盘着。季无忧抬手咳了2声，手中已经是握住了一把长剑，自身的气息变得锐利了许多。既然这般，贫道也只有跟道友讲讲道理了。没错，渡仙门门派通用技能绝对就是上斗。万凌云长老是这般，忘情上人也是这般，这2位都是一心修行不太在外走动之人，倒也能解释得过去。这掌门这怎么就看掌门一路侃侃而谈，明显是知道此地有阴差收过路费了。李长寿的心底呻吟一声，只感觉一阵头疼。他还未来得及做什么补救之策，那名阴差将领嘴角一撇，突然扭头对着侧旁山上喊了一嗓子：元帅，有人族金仙要强行闯关。一声轻疑，一股令李长寿感觉心颤的气息从侧旁山顶上爆发。突听破空声大作，那万仞高山上跳出了一道身影，原本只是芝麻大小，转眼就落在了数百鬼差前。这个身高9尺的壮汉，有着一头浅蓝色短发，五官粗犷，睡眼惺忪，身着浅蓝色锁子宝甲，浑身上下蕴含着惊人的气势，一股凶悍的煞气扑面而来。
这个壮汉打了一个哈欠，伸了个懒腰。谁呀？在这儿撒野，干嘛呢？季无忧眉头轻皱，此刻虽然感受到这个壮汉的气息惊人，绝对是一个难缠的人物，但他身为渡仙门掌门，在自己门人，尤其是大法师的私生面前，怎么能对外人露怯呢？然而李长寿一缕传声钻入了季无忧的耳中。掌门，弟子猜测这怕是上古大战残留下的巫族高手，最好还是莫要与他起冲突。季无忧气势顿时弱了几分。正此时，突听对面那些阴差以及那名阴差将领都在小声地喊着：元帅，您头罩忘带了。头罩啊，元帅，头罩忘记带一次，您要挨600鞭子呀，元帅。刚跳下来的这个人抬手在自己脸上摸了摸，突然打了个冷颤，扭头就朝着侧旁的万仞高山跑了2步，双腿一弯，在这坚固的岩石地面留下了一道道缝隙，直接就跳了回去。少顷，这道高大威猛的身影又冷哼一声，从山上再次砸下，站在众阴差的面前。这一次却是顶了一颗松松垮垮的牛脑袋，刚才的话又被他给重复了一遍。谁呀？敢在这儿撒野，干嘛呢？这家伙不戴头套出场，李长寿是真的认不出，他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地府牛头。若要问这牛头是谁，上古曾有诗赞曰：地府有个严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，判官阴差来相助，牛头和马面站身边。这个诗里面说的牛头跟马面，就是李长寿上辈子都十分熟悉的地府勾魂使者，与黑白无常知名度基本持平。李长寿有些模糊的记忆之中，自己小时候家附近有一家面馆，叫做牛头马，味道也不错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大名鼎鼎的牛头马面，真的就只是2个巫族高手，然后搞一个头套硬上？这巫族也是有点东西啊。李长寿的心底感慨之余，仍然不忘关注当前局势的变化。此事发展到摩拳擦掌、磨刀霍霍的地步，有那地府阴差嚣张跋扈、故意挑事之嫌，也有忘情上人头铁之因。像这阴差小将这般的小鬼，对他好言好语一二，让他觉得自己有面，也就不会多为难。再者，李长寿他们一行来地府，是为了托关系走后门，完全可以定性为干涉6道轮回正常运转，本就不算占理。双方眼看要动手时，又有地府轻量级高手牛头登场，掌门季无忧也多了几分忌惮。季无忧立刻对着身后4个人传声：当心，此怪非同寻常，能不与对方起冲突，便尽量避免。有秦雪雅轻轻的皱眉，觉得掌门有些前后不一。李长寿的心底却是一笑，掌门能懂从心大法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人叫弟子的从心，那能叫从心吗？从善如流罢了。就听牛头又道：就是你们来这儿闹事啊？道友，贫道几人欲往丰都一行，却被道友身后这位地府将军故意为难，阻拦在了此地。牛头扶了扶自己的头套，让自己的头部看起来更加和谐自然一些，头套的表情也是生动丰富。牛头扭头看了眼身后那蜡黄色面相的阴差将领，皱眉道：你没事，你拦他们干什么？你让他们拿点宝物放过去不就得了吗？他们不过去，咱们后边兄弟怎么收礼呀？渡仙门5个人一脸无语，这就直接就这么说了？这么直白的吗？这阴差将领忙道：元帅，真的不是末将有意阻拦，是他们口出狂言，故意挑衅。季无忧立刻道：我等故意挑衅？那道友为何放他人自去，却单单拦贫道之去路？李长寿的心底暗戳戳的为自家掌门点了一个赞，
这般避重就轻、偷换概念的手段，掌门用的竟然是如此的熟练，一看就是此前没少，一看就是人生阅历足够的丰富，实乃是兜率宫迫切需要的跑腿人才。待我在人教内的位置稳固了，肯定要向大法师举荐举荐。那勾魂使者牛头看看自己手下，又看看季无忧，虽然略微有些纠结，但最后还是选择站在了自己人这边。行了，你们5个原路回去吧。今天这事儿我也不问啊，也不跟你们多计较。地府是生灵轮回之地，乃天道庇护之所在，也不是谁都能乱闹事儿的。听闻牛头之言，季无忧顿时皱眉，江莲儿面色大急，李长寿心底微微一叹，总归还是不免自己出来忽悠几句。这位元帅，有秦玄雅突然开口了，定声道：莫非不问事情起因缘由，就这般下了决断？牛头哼了一声，背起手来道了句：地府本就不是谁都能进的。有秦玄雅还要继续言说，一只大手从侧旁伸来，在他面前做了一个阻拦的手势。他扭头看去，刚好与李长寿的目光相迎。李长寿含笑摇头，传声道：有秦师妹，处理事务不能这般只看自身立场，须得顾及己方与对方的颜面。此事让我先来试试吧，你且收了法宝。有秦玄雅顿时哑火，只是轻轻颔首，周遭盘旋的飞剑自行归鞘，并成了那把大剑。李长寿在灰云上走了2步，向前行礼，言道：掌门、师祖、师伯祖，可否让弟子试一试，能否请这位勾魂元帅放咱们去一条丰都城的路径？不管如何，先顾全自家高手的面皮。